学完 Unity 基础系统后，不知道怎么开始实作，又或是想直接跳过基础教学，直接看怎么做出一款游戏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支实作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技术人 Ron。这支影片将快速教会大家如何做出一款简单的小游戏，会省略比较细节的介绍，着重在游戏的制作上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决定制作什么样的游戏，跟细节上的分析。那这次我们就挑选大家的离线好朋友跑跑恐龙当做范例。这次影片会提供完整的 Git 专案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下载下来。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 Git 的话，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。在 Chrome 上输入这个网址 Chrome:2/Dino 就可以直接开启游戏。透过游玩游戏，我们可以分析出游戏的玩法。游戏透过空白键操控恐龙跳跃，并且场地会一直移动。如果碰到障碍物，就代表失败。失败之后会记录最高分，最后可以选择重新再来一局。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拆解成几个部分。第一个 Game Flow， 游戏开始到死亡就会像图表这样子，一个简单的 Game Flow。第二个场景无接缝移动，场景会无接缝的移动，并且会随机生成障碍物。第三个恐龙的操作，恐龙按下空白键可以跳跃。但跳跃会根据按下空白键持久的时间判断是小跳还是大跳。第四个分数记录，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增加分数。当前的分数大过最高分的话，就会把这次的分数当成是最高分。第五个声音系统，跳跃跟碰撞还有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音效。那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游戏基本会有的系统。那我这边就可以开始进行制作。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素材，我们从 SS Store 上就可以寻找到可用的 2D Platform 的素材。相关资料会放在资讯栏内，这边我们就可以只取用它的美术素材即可。它里面也有一些现成的动画素材，方便我们快速制作。接着我们需要先把场景搭建起来。我们先准备一个角色，一个地板，可以参考画面上的配置。角色需要装上 2D Collider 和 2D Rigid Body， 地板则需要放上 2D Collider， tag 要改成 Ground。接着把 camera 移到场景前，把视角改成无透视模式，并且把摄影机的颜色类型改成 Solid， 颜色就可以调成类似天空的颜色，让场景贴合整个画面。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先 play 测试看看。可以看到角色脱翼的话，它会自然的落下，这样基本的画面就搭建完了。这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地板的设定部分。这边使用的是 Sprite Render， 并且使用 Slide 的模式，在这模式下就可以用一张小图去拓展成一个大平面。不过因为原本的图有些问题，导致拓展的时候边缘会有些问题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设定这边调整一下 Sprite 的边缘设定，把裁切的地方调整一下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。接着我们要先制作无接缝场景的移动。那在制作无接缝场景内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这种无限循环的场景，它绝对不会是让角色一直往前跑，而是让场景像跑步机一样不断循环。所以实际上角色本身是没有动的，动的是底下场景一直在跑而已。那我们有这个想象之后，我们就会去设计程式了。这边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 script 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这个 script 就叫 Game Manager。这边可以直接看到程式的部分。这边我准备了5个地板，每个地板的宽度都是5单位。我在 Awake 这边去执行铺设地板的动作。从起始点往左，每间隔5个单位去铺设，这就等于初始化地板的位置。接着我们要让这个地板随着速度往左边移动，所以我们在 Appdate 这边去追加移动的判断，这边会是每个 frame 移动的量。当地板的 X 坐标小于结束位置时，就会移动到初始位置。但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如果当地板超过位置时，就直接移动的话，会出现误差。可以看到就像影片这样子，这是因为每次移动不会是整数，所以每当超过极限值时，都会多少多出点误差，所以当移动回起始位置时，就必须补上这个误差值。接着回到场景上，把这个程式新增到一个物件上，并且把地板参数设定好之后，执行看看效果。可以看到跟预想的一样，这样就完成了无接缝地图移动了。接着我们来实做跳跃功能。首先我们要先准备好 Player 的 Animation Clipper， 这边分为 Run、Jump、Dash 3个主要动作。接着我们另外准备的程式叫做 Player Controller， 直接看到程式这边，当按下空白键，就会给予 Player 一个向上的基础力道。如果长按的话，就会持续给予向上的力道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区分小跳或大跳了。接着跳跃落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状态改为在地板，这样就可以再次跳跃。这样整套就是简单的跳跃系统了。接着来制作障碍物的部分，障碍物分成地面与空中2种。这边我们可以用素材里面的尖刺跟鬼魂来做实作。首先要处理尖刺的碰撞区域，不同形状的尖刺这边可以用 Polymesh 跟 Composite 来编辑碰撞区域，这样就可以做出大小宽度不同的障碍物了。此外，我这边加入金币的元素，让游戏变得更丰富。吃的金币越多，分数就越高。这3种物件都可以用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实作，后来再修改程式。可以看到我把这3种物件都编号成阵列，并且在 Awake 的时候直接初始化这些物件跟数值。接着在 Appdate 这边增加一个计时器，每隔2秒就会生成一个物件。
Trip、Enemy、Coin 这3种。当随机到某个物件时，就会从该阵列找一个关闭状态的物件放到初始位置上并打开。接着 Update 这边就会判断，当物件是打开状态下的话，就会随着地面一起被往左移动。这样简单的生成判断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需要回到 Player Controller 这边我们就需要新增 On Collision Enter 2D 来追加陷阱跟敌人的判断，并且增加 On Trigger Enter 2D 来判断是否吃到金币。那 Get Coin 这个程式因为目前没有分数，所以我们先注解掉。程式的话这边就告一段落。接着我们可以回到场景上去把刚刚的物件都放到对应的阵列内。我们这边就可以实测看看，可以看到会随机生成障碍物，也可以吃金币，但是不会加分。碰到障碍物的时候也不会死掉，因为目前还没有写。接着下一步，我们要追加 UI 控制，来控制整个 Game Flow 的开始跟结束，以及最佳分数的计算跟显示。我们先新增好需要的 UI， 2个按钮跟2个 text。接着先回到 Game Manager 去宣告新增的元件。这边我们顺便稍微整理一下程式，把所有初始化的内容都放在 initGame 里面。此外，另外新增 GameStart 跟 GameOver 2个函数作为开始跟结束。特别说明一下，这边用 TimeScale 当做暂停跟开始的功能。当 TimeScale 等于0的时候 ，Time 点 Delta Time 就会等于0，所以所有东西都会停下来。此外，我额外多做一层保险，用 Escape 将 Update 内的功能包起来，当确定是在游戏 Play 状态下才会执行。另外2个 Text 分别拿来记录当前的分数和最高的分数。在 Update 状态下就会持续更新，在 Game Over 的时候就会判断是否是新的最高分数，如果是的话就会更新最高分数。接着回到 Player Controller 这边，把刚刚死亡的判断加上去就可以了。回到场景上，把开始跟结束按钮放上 Game Start 的函式，这样就可以开始游玩了。可以执行看看，可以看到游戏内目前的功能都有了，大致上已经完成 80% 了。最后我们要新增音效系统，这边我已经先准备好要使用的音效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音效。按钮的音效新增也很简单，先在场景上新增一个 Audio Source， 接着到按钮上去新增触发效果，选择刚刚的 Audio Source， 并且设定成 Play One Shot， 播放指定的片段声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回到程式的部分，这边新增方法也很简单，宣告需要的 Clip 跟 Audio Source 之后，在指定的触发时机点去播放声音就可以了，就像画面上这样。接着执行游戏看看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按钮、跳跃、死亡、游戏结束都有音效了。这样一款游戏就算是完成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内容了。下一期就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期，会讲解怎么建置专案跟发布到平台上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。